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看一个网友发过来的一个板子啊，版号在这里。然后这个故障现象呢，大家可以看啊，这个只是这儿正常的，然后呢这边呢没有频率，不启动也不报故障啊。我们的小白检测仪也是一样。像这个情况呢，我已经上电启动了大概有2-3分钟了，一直是这个状态啊，也不报故障，但是呢也不启动啊。正常的话，我们不接压缩机的话，像美的板子一般会报 P4，它这个也不报，啥反应也没有。通讯呢又通讯到了，可以读到这个传感器的数据，肯定是通讯没问题。那么我们来修一下，看这种故障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啊？好，我们这个板子都拆出来了。像这种问题，压缩机不启动呢，我们要围绕这个模块啊检测一下啊。但是它这个呢不报故障啊，就和平常修的有一点不一样啊。当然，首先我们要测一下这上面的这些电压啊，供电3.3伏啊、5伏啊、15伏啊这些电压啊。当然，我刚才进行测量了一下，这没什么问题。然后再要检测就是什么，就是这个6路驱动的驱动电阻啊。所以说，一般的以这个模块压缩机有关的这种故障的话啊，我们都会检查这个电阻啊。然后刚刚我看一下这个朋友发过来的啊，他好像是说这个风扇正常啊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故障啊。对，它是开机之后压缩机不工作，不报故障码啊，外风机正常，那也说明这个主控啊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的啊。主控，因为它这个主控会控制风扇嘛啊，但是它这个不是直流风机啊。基本上说明这个主控没什么问题，然后它还能通讯，肯定是没什么问题啊。那么刚才检查的这个6路驱动的这个组织都是一样的啊，没什么问题啊，没有明显的问题。那么最后呢，就让我们检测一下这个压缩机的这个位置检测啊，就是有这个相电流检测。有的美的板子是直接通过这个331检测，它这个呢是通过一个运放啊。这个运放呢，我在这里看了一下呢，我给大家画个简单的图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怎么去查这个运放电路。好，我简单的画了一个电路图啊，时间比较紧的就没仔细描了啊，给大家讲一下大概的工作原理啊。首先这是一个双运放啊，它是一个芯片，8个角的芯片呢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小芯片，其中6个角是运放啊，另外剩下2个角是一个是供电，一个是地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运放啊，大家可以看啊，它是一个电压跟随器啊，它的反向输入端和输出连在一起的啊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分压。那么看一下啊，这里呢，我刚才测了一下3.3伏供电，那么这2个电阻都是 01B， 都是 01B 是1K 的电阻。分压之后呢，这里应该是 1.65伏，那么这里就是 1.65伏。这个 1.65伏呢，到这里到第2个运放的这个同向输入端。然后它的反向输入端接地啊，那么也就是说，就是说白了就是这点电压高吧。如果这点电压高的话，就会报这个故障啊，给 CPU 报故障。因为什么？因为电流大的话，就会导致这点电压升高嘛。那么假如说我们现在是压缩机没启动，这点肯定是没有电流，这里通过一个这个水泥电阻啊接地。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？就是这里这个参考电压它输出变质了啊，这个电压跟随器输出的这个电压变质了。如果这个电压升高了，那么就会导致，在压缩机不启动，这边电路没工作的时候，也会导致它的这个电压升高。那么这点电压升高，我们根据这个电压跟随器的原理，我们知道就是这2个电阻分压有问题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检查一下这2个电阻啊。好，我们通上电脑，我们给大家来测一下啊。首先测上面这个电阻啊，这个电阻的输入3.3伏正不正常？我们可以测一下啊，这个电阻呢就是这里的啊，我刚才已经找到了啊。这个电阻啊测出来3.3伏输入正常。你看这个电阻另外一端是接地是0伏啊，就说明它是分压。那么这2个电阻中间接的啊应该是 1.65伏，结果它分出来是2.0伏啊 2.04伏。那么它的这个第几角我看一下，第4、5、6第7角。也就输出一个高电平，那么这肯定就会报故障啊。那么我怀疑就是这2个分压电阻啊，因为它这里没有别的电路了啊，就这两个分压电阻分压的啊，这里应该是 1.65伏。
我们直接把这两个电阻一次性换掉啊，它是01B 啊，就是1K 的电阻。好，这两个电阻换好了啊，就是这个219和这里啊，这个看得到这焊过的两个痕迹啊。我们再来开机，我们直接测一下在这两个电阻中间的这个分压之后的这个电压啊。这里啊，你看现在就是 1.66伏了啊，刚才是2.04伏。别看就像它这0点几伏啊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启动一下看啊，看报不报这个 P4 啊？我现在没接压缩机，如果正常的话，它会报 P4。好，现在读到数据了，我们启动，还会马上报 P4。好，已经报了 P4啊，这个小白也在报 P4。啊 P4 P13，这里标的 P4啊，这是因为没有接压缩机。那么这个问题就应该解决了。我们接上压缩机来试一下看。好，我接了一下这个压缩机啊，这个压缩机我现在主要是方便一些啊，我们试一下看啊。可以了啊，启动了，这个很迅速啊，也不报故障的，用小白起来。OK 了。